看它前端有一点那个。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爱的人不是一个测评，只是不要欢迎回到我的老汉推车行系列了。今天跟你们介绍一个蛮值得买的二手车。虽然我们已经出了好几辆了，但是我今天心血来潮，想要拍一拍这一款 W205 的 C200 Facelift 给你们看。因为我发现到最近的市场啊，都很多人在找这台车，而且我们一下子1个月里面呢，卖出了4辆，好厉害！我也是很好奇，为什么最近这么多人想要找这辆呢？是不是因为现在价钱便宜了呢？还是因为它的款式呢经典好看呢？我认为呢 W205 的确是比 W206 好看了很多的，这是我个人认为啦。第一视角带你们来看一下这台 W205 的 Facelift C200。之前在我这个频道有拍过它的 Pre-Facelift 啦。 它没有电子仪表的啦 ，2.0 Turbo 的这个小改款之后呢，就换成了比较新的，代号为 W264 的1.5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它可以产生184匹马力，还有280个牛顿米的扭力，配搭这个9速的自动变速箱，然后0到100大概是8秒钟左右就可以做得到啦。CC 呢的确是比之前小了一点，但是它有配搭着这个 48V 的猫 Hybrid System， 小的 Hybrid， 基本上是让它走得很顺畅的时候呢，你一把油门松开，只要没有遇到斜坡或者下坡，它都会把那个引擎给关掉，用这个电箱 来发电冷气啦、唱机等等的啦。然后我个人认为呢，就我没有什么用，我会把那个 Auto Start Stop 给关掉，停红绿灯也好，滑行都好，都没有再把这个引擎关掉的啦。这还是2018年的 C200， 没有 AMG Line 哈。2020年的时候呢，奔驰当时候有出一款 G200 AMG Line， 然后它的引擎换回了2.0公升涡轮增压引擎，马力呢是破200多匹的，因为之前的 C200 呢都是184匹左右而已嘛。那款呢2020年，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找的话，我这里也是有，但是可以买到的货真的是非常的少了哈。我在我这个频道之前有说过，我比较喜欢小改款之前的尾灯，好像2个蝴蝶一样。我不是说这个 L 型不好看，但是见仁见智，我觉得经典还是归经典的。可是整个车型是一样的，圆润的，所以我觉得是非常耐看的。小改款的这个钥匙也换了啊，之前是圆尖这样的嘛，质感也是不错。当然它是没有电动尾门的哈。哎，你是弹簧的。 哎，用手关，车尾这个部分圆润的，它没有 AMG Line， 没有9涡在后面。可是你看到吗？2个排气管是有凸出来的。至于车头方面呢，我更加喜欢这个小改款的 C200 的车头灯，它好像鸟的翅膀一样，展示着非常好看的。C300 就有一个 projector 啦，如果你这样子看下去呢 ，C200 会更加好看，但是灯更亮的话 ，C300 会更亮啦。原装的前中网是2条翅膀这样，中间带一个大大的 logo， 而且这个 Benz 的 logo 也变成黑色了。之前在我这个频道有说过，小改款之前呢是蓝色的。 可是有一批货它是换了 9G Tronic 9度牙的，所以它的 logo 呢是从蓝色换成了黑色。但是那个货也是很少，因为它出了一下子之后呢，它就换上了这款啦，轮圈18寸的，我觉得长得很好看一下。可是呢，因为这辆车是后驱的，前后轮胎的尺寸都不一样，前面是225 45 18，后面是245 40 18，所以表示什么呢？前后轮胎是不能对调，只能左右而已啦。 这还有无钥匙进入，那4个门都是有sensor的。虽然里数走了8万多，很明显很少载人。车主怎么放车给我们，它就长得怎么样，所以是非常漂亮的皮革。这是老婆价比较多啊，你看很明显这种 bling bling 的我还没有拆。虽然这是C仔而已啦，它还是有一个遮阳帘在后面的哈，但是空间也不会很大啦啊。 这个是跟之前小改款一样的。想要看小改款之前的影片，我也是有，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基本上它椅子都是长得一样的哈，内饰也长得差不多啊。这边也是有木纹，来它的门开关门声音极好听，我真的很喜欢 solid。反正 W206 就少了这个哈。它有无钥匙进入，踩一下刹车 ，start 一下，你看到吗？方向盘会下来，椅子会退回我原本的这个姿势啦。小改款之后的 C200哦。 屏幕变大了，当然还有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它是要用拉线的，给在里面。它仪表也变成了全液晶仪表，所以它有3种的主题可以更换哦。你这里好像 BlackBerry 一样的，左右都可以。这个是左边是控制这边，右边是控制这边。你要换主题的话呢，你可以去到
Design 现在是 Sport 嘛 ，Classic 就蓝色咯 ，Progressive 就红色咯。所以看个人喜欢怎么样，我比较喜欢这个啦。看这边黄黄色就代表它 highlight 在中间嘛，你可以更换一些资讯 ，OK。然后去到右边呢，你可以更换一些，这个现在是 G-Force meter 嘛，然后还有水温表在下面啦。这个是空的啦，下面有显示 EQ Boost。上去就是一些油耗啊，等等的啦。这个内饰跟之前小改款差不多，而且我觉得一点都不老，蛮年轻的，好过现在完全液晶仪表嘛。这种分段式的我会更喜欢，类似这样 iDrive 的东西。360就没有啦，这台车只有 reverse camera， 后面还有一个遮阳帘，真的没有瑕疵的。我跟你说，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旋钮式的。我相信这些不需要介绍多了，我们跳入试驾的环节吧 ，Let's go。来讲一下 W205 Facelift C200。那为什么我会特别就是想要讲这一款的二手车系列呢？我要说它值不值得买，因为 W205 其实它有2代的引擎哦。第一代出的时候它就是 M274 的 2.0 嘛，我是讲的 C200 啦，我不要讲那个 C180 1.6 的那个。那同样个 C200 呢，从 2.0 降级到所谓的 1.5 啊，降级啦，加买一个48V 的一个 Mild Hybrid 小 Hybrid System。那当年很多人说，怕有问题啦 ，CC 变小了，又加多一个电箱啦，所谓的多隻香爐多隻鬼啊，係咪啊？所以如今的现在啊，新车我大概记得这辆车要240吧，230、240吧。那如今2018年了，已经到现在了哈，这么多年以来了，跌价跌到这么够力。一来就是它不是 2.0， 有吗 Hybrid？ 二来就是现在的车真的贬值太快了啊！现在新车越出越多，越出越快，然后变成了二手车啊，什么车都好，我觉得二手价都挺差的，没有很好。OK， 然后现在这一阵子就很多人在找着这一款的 C Class， 价钱便宜吗？对不对？都不到100千我就买到 C Class 了，那好过买 Civic， 对不对？讲都是一个 logo 人字呢 ，Benz 哦。OK， 底盘呢全部架上highway的时候，你就懂那个分别在哪里哦。日本车还是日本车，我们是讲的家用车，你不要讲那种性能车，我就另当别类了啊。我们讲这普通家用车，你100千跟这个 Civic FE 啊，你上highway看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德系车真有它的好。坦白讲哦，我没有家里没有人买德系车，所以我真的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去跟德系车相处。而因为这几天我要把这辆车拿去找一点东西啊，所以然后我就开到它出去，无论在高速上面啊，很好开。德系车就是德系车，因为德系有一条highway叫 Autobahn 嘛，它是没有限速的，你想要开多少就开多少。反而刚性好的车，那个时候的车很舒服，你开多快的话都没问题啊。所以德系车就是感觉就是设计给那种高速公路啊，最高速的时候用的那种感觉。那感觉上就是这种德系车就是为高速公路而生的那种感觉。以前 M274 啊，这具 2.0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它用在蛮多款车的 W212 的1250啦，你在 C Class W205 的 Pre-Facelift 也用过啦，你在很多车都看过这副引擎，而且呢，这个是很多修车人员啊，或者是二手车行的蛮公认的一副Benz 的一副非常耐用的引擎。代号为 M274， 你很少看到这款车会停在那些修车厂啊，因为它真的是比较耐哈。但突然间换去 M264 新一代的时候，就不知道啦。Tuning 也讲，这个引擎很 lag 啦什么的。我看了那个数据一下啊，这台车的 1.5 公升涡轮增压跟 C300 的那个 2.0 涡轮增压，两者都是 Twin Scroll Turbo 双涡流，对不对？不是双涡轮啊，各位。这个双涡流呢，就好像有如宝马的 B48 那种感觉 ，N20 那种感觉。它双涡流的给你的好处就是带来很少的涡轮迟缓，就是所谓的 turbo lag 少啦。可是我驾了这台车哦，明明同样个双涡流，为什么我觉得 Benz 特别 lag 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可能它的变速箱慢，二就是它的动力的确就是舒服不了坐奔驰开宝马，你明白那个意思吗？我们宝马是来开的，所以总体来讲哦，但都是很明显，你一坐在这台 C Class 哦，你会很明显觉得 F30 或者 G20 都比这台车好驾很多，动力、操控
油门反应全部都非常精准，非常的 good。可是，在 Benz 里面真的有这样差吗？那其实它也不差啦，它的舒适度是有的。尤其我这一台2018的 C200是没有 AMG Line， 我的避震器全部都是比较舒服的那种设定哈，所以我面对的磕磕动动的时候啊，它的回弹力也没有讲太软，不错啊，至少还比 AMG Line 好很多。因为我记得我开过它的 Prevasive AMG 的 Line 那个避震器蛮硬一下，尤其是屁股你发现到它一直在跳了哈。OK， 所以呀，很舒服，很舒服。隔音怎么样呢？就麻麻地啦哈，毕竟还是 C Class 而已。音响也是麻麻地啦，虽然它不是什么所谓的 Burmester， 就算它是 Burmester 的好，但是也不比上 E Class、S Class 的那种感觉，便宜的 Burmester。不过在这个毕竟还是200多千的新车的价位它的音响还是挺 OK 的。你比起那些现在15000那些日系车的话，它其实蛮好的啦。你看它的100年车企就是不一样虽然你讲现在新的中国车配置很好，款式很好看，内饰很好，用料也是很好，可是这种100年车就是都有它的厉害之处无论是它的方向盘的精准度跟它那个回馈感100年车企就是100年车企，这个是新入行的很难去一下子去学会的你看 Kia 跟 Hyundai 也是用了好多年才会学会怎么去好好 tune 它的车。这个 C Class 真的是我喜欢它的外观跟内饰啦。讲真的，我开出去的话有头有脸所谓要名要利的话，先问过奔驰、宝马真的是好开。所以讲到这边我们卖的 C Class 跟3系列5系列S Class 那些我们都卖的挺多的。那很受欢迎的是还是奔驰啦，因为奔驰至少那个气场是有在。所以看你买车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那个是名利呢，只是它的品牌它的质感还是你要真的是纯粹驾驶感受而已。所以这个是很明确的，你想要驾驶的话，你不 care 那个外观，当然现在宝马也是不错看你就买宝马你想要品牌它的样子，你看这台车虽然要10年了它的样子还是不过时的对不对？反正现在新款的我就觉得没有这么好看而这种经典的有没有 W212 W213 W204 W205 这些 Merc 多好看。我们再讲旧一点的 W211 E Class 也是很好看。天哪，我觉得圆润的车真的是圆形的啦，都很耐看。你看别这种四四方方的话，反正看久了就是显了。说回来，这具1.5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它可以产生一个84匹马力280个牛顿米的扭力，再配搭这个48V 的 Mild Hybrid System， 再配搭这个9速的自动变速箱这个奔驰的9速很多人说它好很多，它减少一些换挡的顿挫感，我反而觉得没有我还是比较喜欢 7G Tronic 的，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它的换挡没有这么频密，7速跟9速毕竟还有差。9速的话，它就可以容易把那个力接得上然后你开高速公路的时候，责任的转速非常低然后我开到140的时候呢，也不到3000转，有没有？我相信我开到200它才来3000转，所以它是的确很省油的。我之前有一个顾客 cash 买这款车，他跟我的回馈就是，我一桶油走700-800公里没有问题省油到极致然后在城市里面驾草草都有500 km 后来我才发现到原来这个油缸也挺大的，你打一个60块，你都半桶多而已你想一下，你打一个30L才半桶多，这台车草草都要打一个60个L到70个L大佬，对吧？对，所以它省油，也许它省油，可是它油缸也挺大的，所以导致它走得更远。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啦。那这个48V 的 Hybrid 它什么时候会运作呢？就是在我收油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 meter 上面多了一个 charge。我收油的时候，它就会再开始为那个小电箱来充电。踩大油的情况下呢，它就会开始给你供力。它减少了那个 turbo lag 的感觉，你懂吗？因为这台车虽然 twin screw 它还是有点 turbo lag， 但是在 turbo lag 的之前呢，它就先把你boost出去，用电的把你boost出去，所以它的感觉就好很多它解决了那个所谓的 turbo lag 比较严重的问题了，我是个人觉得啦。可是首先就是你的电要足够的情况下啦。
你看我现在踩油啊，慢慢power慢慢少了，因为我的 turbo 开始来了，所以它的那个电力又不需要供电这样多了哈。OK， 可是我觉得这台车的引擎是蛮有力的啊，184匹够用吗？真的够用啊！你如果比起 Civic 的话，它的动力是OK 啦，我觉得比 Civic 有力啦，至少还有9速啦，没有 CVT 啦。虽然我知道不能拿来跟 Civic 比，哈哈。不要扣我先。我觉得成功是在于它的引擎的动力是不错，省油也达到了啊。可是它的变速箱就是那9速咯。我觉得9速它是 tune for 舒服啦。你看我在 comfort mode 的情况下啊，我要超车，我踩一下油，你要等它反应一下，对吧？但是我如果进到 Sport Plus 的话，那个感觉又不一样了，它比较灵敏。然后我在 Sport Mode 的情况下，那个油门也是比较冲，然后换挡也是比较快啊，然后它把转速提高，哇，这个时候那个奔驰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去啊，变成一个唤醒的猛兽这样。然后它的有换挡拨片啊，虽然这个换挡拨片换挡感觉还是不如宝马，但是还有降档补油啦 ，at least 有声音好听一下啦。你看我降档。而且它是后轮驱动，怎么说转向都是比前轮驱动好太多。它的虽然说9速哦，我还是觉得它换挡的那之间会有一段空档去。反正这一点的话 ，ZF 的话就好厉害啊！我之前有一集有试过奥迪 S7。本来是双离合，有一台是改了 ZF 的话，哇，那个换挡那个力接上去一力去的，你懂吗？这个 Sport Plus 哦，如果你现在用换挡拨片哦，它会一下子就跳回去 Auto 了，除非你换去 Individual Mode， 然后里面有的设置哦，你要用 Manual Mode 罢了，还是 Auto。如果说 Manual Mode 的话，它就不会自动跳回 Auto， 这就是奔驰的一点不好咯。需要放在 Individual Mode 才可以用 Manual， 对吧？人家宝马推过去就是 SL 了 ，SL 之后用一下换挡拨片就是fully Manual 了，红线都不会自动升档的那种。哦 ，S Plus 真的是。力。OK， 我们现在试一下动力吧。184匹，够不够用？给啦，够啦，云顶都上得到啦。现在有什么车上不到云顶了？还是一个 turbo 嘞 ，bro。踩完，你看它前段有一点那个。给我啦，因为我驾过 Preface 的 C250啊，我觉得 C250的动力强很多。1.5还是1.5啦，虽然有184匹，但是它的中气啊，你 you know that's 的那个底气啊，感觉上就是1.5还是1.5啊 ，OK 啦，够用啦。但是如果你要求动力的话，你买 C300啦。你讲多问题吗？其实多问题也不多。这台车的通病是在于它的车脚哦，到我这个年份都，毕竟都什么 bush 啊，什么 lower arm 那些都要换了啊。再来就是它的引擎的 turbo actuator 咯，sensor 坏了也是换也没有多少钱啊。你换了之后，那个马力又再提升回去啊，要不然的话就是车没有力咯，靠着这1.5公升坏了咯，没有 turbo 来咯。
你听到那个引擎声量很大，可是你拉不去的，那个就是 double actuator sensor， 应该是这样吧。其余的漏油漏水乃是德系车的这种 pattern。里数我觉得不重要，里数只是参考，因为有些东西你回去原厂的话，里数一到还一定帮你换的，定时换那个配件的。你没有到那个里数还是不换的，虽然你的车10年了，你的里数还没有到，它连那个东西都还没有换，是不是也是要坏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里数只是一个参考，它有没有换那个配件啊、零件，这个才是重点啊。所以你买二手车，我觉得你最重要是看那个车况最重要啦。阿是老板也有说的，车况最重要。Steering 美美的 ，Interior 美美的。我没有开那个 Auto Start Stop 啦，这个 Auto Start Stop 就是让你打开了之后啊，它这个猫 Hybrid 就是让你滑行，你走顺畅了之后，你把那个油门松开，它就会把那个引擎关掉，然后它再用电来供电啊、唱机啦、冷气啊这些在走。可是我不是很喜欢这种功能，你真的是要很平顺的路才可以。如果它一侦测到你下斜坡或者上斜坡的话，它就会又在打开这个引擎啊。我觉得一开一关，一开一关，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我就把它每次上车就要记得把这里给关掉。这台车哦，你跟宝马开起来哦，我就是觉得我只是想顺顺开而已，完全没有要每天就是飞车。而你叫宝马就是想要飞而已啦。OK 啦，当然是比的 F30或者是 G20啦。你上到5系列的话还好，5系列的话就上高速才会飞啦，这种小路的话就烂了，车身重了嘛，而且我要舒服而已嘛，对不对？极稳定啊，看那个方向盘。当然我的这个 alignment 那些都做得好了。OK， 现在140左右，过弯。110。Oh, so good. 好舒服。但是你怎么比起来都好哦，它比那些 Toyota Camry 啊，还是 Honda Accord 的选过来的硬少许啊。毕竟还是德系车，德系车它有它一手，可能城市驾驶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开。可是你上高速的时候啊，那个真爽，我开了一点都不累。有些人觉得，就算我有钱，车只是一个代步工具，我不需要买这样贵的车，我不需要宝马、奔驰，我只需要就是MyV 啊这种 maintenance 低啊就好了，它本来就是一个代步车。有些人的想法就是，我买一个这样子的车，我融入的圈子又不一样。OK。哪怕我买一个二手的，因为这个新车买下来一落地就主要是亏3万以上了的，所以我买一个二手几年车，有 under warranty 的，还有保价的，有 full service record 的，这样人家已经亏了一大半，我再接手加一个几年下去，我再卖，这样我就不会亏这么多。我主要的用意是什么？我出去的面子，还有我的场合，有时候逼不得已，你去到比较多高端的场合的时候啊，你要为了撑住场面的话。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哪怕一个手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来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level。当然，我们不是说狗眼要看人低，也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可是什么场合配合什么车，怎样的装饰，也是算是一种尊重，对吗？有些人买车概念就是我想要跑远途，对吗？我就买一台德系车或者是 D segment 的日系车，因为跑远途哦，真的，一辆舒服的车真的很需要。你试一下啦，你加一台 MyV 啊，你跑从 KL 去 JB 或者是从 KL 上 Penang 啊，你加 MyV， 然后你加一个08年的 Camry 都好了，真的是不一样啊！椅子的支撑性、那个包覆性，车的轴距越长，再走高速公路越舒服，真的很大分别哦。而且你跑 MyV 走一个120 km/h 啊，我给它140啦，正常速度啦，马来西亚人驾车140。跟那个 Camry 走140，真的那个舒适感差很远的。何况是这种
德系车的刚性，100真的是完完全全小事情罢了。那有些人买车就是我没有走远途的，我走远途都是搭朋友车的，我坐公交的，还不是公交，那个长途巴士的 ETS 我只是要在城市里面驾，我买小车就可以了，这个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些买车本来就是一个概念性跟自己的这个要求性而已嘛。所以你买什么车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嘴巴是人家的，什么都要讲，什么都有意见。但是明明就是我买哦，你又没有给我钱哦，你凭什么给我意见？那个概念是这样哦。然后可能你买这台 Benz 回去之后呢，很多亲戚朋友说，哇，最近发达了哦，买 Benz 了哦，对吧？那我就会回他一句了，8万多块你又不是买不起，你都买 Honda Accord 了咯。当年 Honda Accord 多少钱？150千，对吧？你都买得起150千车咯，你不要跟我讲你8万多的车买不起，那他们就会点了。所以我很喜欢驾这种二手的宝马、奔驰的。很多人说，最近捞得不错哦，开这个车了哦，然后我就会回答了，你拿6万块来，8万块来，我卖给你，你又不是没有这样子他们就会点了。好啦，所以我是说买车呢，就是看自己最喜欢的就好，而且我买车的永远的概念就是我的概念就是不要为了听人家讲然后你去买那个车，最主要是自己喜欢。第二点就是这辆车不难找。就是在马路上一般上看到多的话，它零件也是多，所以你万一你有发生任何碰撞意外的时候，小意外啦，你要换一条 bumper， 哪怕一条保险杠都好，然后市面上都准备有货给你，不是那种要等1个月2个月才到货，这样子啦，我觉得是最主要啦。然后第3点就是卖的时候呢，会比较多人会买你的车的那种比较冷门的车冷门到真的要很欣赏的人才会看上你的车除非你的车况美啦不然车况糟糕的话，谁要买那台车，对吧？那个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的买车概念是我会买2手车，可能没有那么老的车。再来第2个就是会考虑到以后会不会就是容易出手过手的车。再来第3个最重要就是适合自己想要现在做什么的车。你的目标是要非常明确的，你要来干嘛？只是出席场合的用城市驾驶还是高速公路用还是你纯粹真的是喜欢？这个是你的选择啦，各位说话这辆 C Class 还挺不错的啦，没有 Air Suspension， 只是靠 Spring 普通的 Absorber， 我觉得调教还是挺不错的。我会蛮喜欢这种设定。方向盘的精准度，你看，我很容易知道我心里要摆多少度就多少度，完全都不难，而且很精准，这个就是我觉得它棒的一点。虽然你说舒服这比不上 E Class 有条件的话还是买 E Class。所以总结来说 ，W205 Facelift 的 C200 1.5 EQ Boost 你们认为值得买吗？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我个人认为是值得啦，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因为至少还是奔驰虽然小量了一点，可以换买 E Class 现在 W213 213的 C Class 是便宜了吗？100-200。OK， 改装套件又多，里面含沙灯又够含沙，可以骗姐姐、小姐姐，不是骗妹妹是骗小姐姐好了，各位，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拜拜。